我们来看到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他眼中的你是什么样子呢？好，我们看到第一张牌，第一张的花金卡是 Crab Apples。那这张牌啊，它画的是西洋的苹果、酸苹果，或者是说我们说的山楂花。那这张牌啊，它的能量是非常清晰的。代表说，在他们眼中的你啊，你的能量是非常的纯洁的，你的感情很纯洁，而且很忠诚。对他来说，可能有点像是这种，仙气飘飘的人哦。当你一旦真的很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你其实可以为他，放弃底线，你会。去记得那个人的喜好，他喜欢吃什么，他的习惯，然后他喜欢看的电影，甚至你们会等他睡觉了你们才睡。就是如果你喜欢上一个人的话呢，这种山楂花的感情非常的忠诚，你就会接受他的整体哦。那如果是在平常啊，在这种日常生活中，你们其实是对于自己的能量非常的保护哦，就是你们不大会去玩这种感情的游戏，或者是说你们会搞这种一夜情啊，或者是跟很多人暧昧，其实你们是蛮保护自己的能量的。那在没有确定你喜欢上这个人之前，其实你们是蛮竖起一道高墙的，就是别人不是那么容易亲近你。对他来说啊，他其实想要接近你，一开始也不是这么容易的。因为其实啊，你们在这种完美的一个外表下，你们其实是把自己跟其他人隔绝开来的，就是非常保守自己的能量跟保守自己的内心哦。你觉得跟你不相关的人事物，跟你不同的人事物的时候啊，其实你们会不大会去跟他们搅和在一起，因为你们很保护自己的能量，就是你不大会去招蜂引蝶，不大会去很博爱，就是对每一个人都好像去散发自己的魅力，你们不大会去特意散发自己的魅力，可是呢，在他眼中，你们就是一群很有魅力的一个人哦，而且他有看到你们，其实在这种层层的保护的外表下，内心啊其实是有一点伤痕的，因为你们好像非常害怕，你一旦真心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你其实会很害怕那种失控感跟失去感，因为你会很奉献自己，很燃烧自己，你们非常愿意为爱走天涯，你们会把真心爱上的人放在第一位，所以你们有的时候其实很怕去爱。那这个原因是因为
你害怕自己的真心付出没有结果，到最后啊，害怕会完全失去自己，就是太失控了，因为太喜欢一个人，你怕在这种爱中迷失，害怕付出了所有，到最后他离开了，那个时候你们可能就会找不回自己。所以他其实有看见，但是他并不懂这个伤痕为何而来，但是他有看见你们某一方面是很孤独的，他非常想要去看见并且触碰到你们内心的孤独，因为在他眼中的你是非常独特、非常与众不同的。但是就你的内在而言啊，这边有出现 Nine of Pentacles， 你们的内在很丰富，但是这个丰富啊，并不是会轻易显露出来让很多人看见的。可是我在这边有看到你们愿意为了他打开你们的心房的钥匙，就像这个 Nine of Pentacles 这张牌，它画的是好像在后花园，在一个花园中，那这个花园外面其实是有一道很高的这个门，铁门哦，那它平常是上锁的，不会让别人轻易的进入。但是你们今天把你们心房的钥匙交给他，所以他可以打开。打开了之后，他看到这个秘密花园，他循着你们给他的暗示，来到了这座秘密花园。他会发现你们的内在很丰富、很丰盈诶，就打开来看，内在比外在还活跃，更值得去探索。在他眼中的你啊，你们是一群勇敢追寻自己道路的人，而且这个道路是听从内心的直觉的声音哦。你们很多人啊，对于这种灵性啊，或者是对于这种大自然啊，或者是动物啊，是有这种可以沟通的语言，就是你们会非常容易被这些东西事物触动，你们很愿意相信自己的直觉，而且有勇气走你们自己想要走的路。这条路啊，可能不是大家都会走的那条路，也可能不是一条好走的路，它可能是一条比较小众，不一定会被大众认可的路。那虽然这条路很辛苦但是你们还是会愿意走下去，而且是带着这种骄傲跟自信走下去。尽管这个旅途中啊，可能遇到磨难，可能遇到挫折，可是你们就自己哭一哭之后，你还是会往前走。也因此你可以看到很多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这是来自于你们相信自己的内在的这个直觉力，而且你们在这个灵性方面啊，其实是有蛮多的这种能量的，就是有蛮多天赋的。很多人可能是对于这种心理啊，或者是疗愈，或者是修行之类的，你们会对这方面的知识特别有兴趣，甚至是会去钻研。那你们在日常生活中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疗愈者，特别是你给这个人带来一个很深的一个安全感。你可能陪他走过一段他自己比较低潮的时期，而且你给他的爱是这种很直接的，然后很全然的一个包容，有点像是他的一个避风港一样。这个人他其实也希望你可以很自由自在的做自己，特别是按照你们这种灵性的天赋去走，去寻找你们所想要的这个道路。那这边呢，可以看到 Eight of Cups，这张牌啊，它画的是其实地上有很多的圣杯，然后在一个很深很黑的夜晚，好像要通往到山的另外一头，那唯一照亮这整个黑暗的只有一个月亮。这个月亮，大家有看到你们的牌有出现非常多的月亮，这两个是满月，还有这边也有一个月亮满月。其实你们真的这一组的人啊，你们就是按照你们内心的这个直觉跟冲动去做你们想要做的事，这因此啊，在他的眼中，你们是非常特别的。
他从来都没有碰过像你们这样子的人，所以他觉得你们非常的与众不同。你们可能某些人在这种大自然啊、文字艺术或者是音乐等等的方面是有自己的特长的。那这个人就是对方啊，他其实跟你们比较不同，他比较不懂这些，可是他为了要接近你，他其实是有试着要去了解你们了解的事情，然后希望给你留下印象。不得不说，我觉得这个人他的能量是好的，而且他的眼光也蛮好的，所以他其实很看重你。他也是一个愿意去大胆追寻的人，不大会去遮掩他自己的欲望哦，因为他其实是懂得去争取哦，懂得去争取他想要的东西。那你们对他来说啊，出现在他的生命中是非常特别的，他会想要去靠近你，并且接近你们哦。在这边啊，我有看到你们有些人可能是隔着这种山脉，或者是隔着海洋，就是你们之间是有距离的。这个距离啊，可能是物理上的一个距离，或者是呢你们心理上的一个距离，或者是年龄的一个距离哦。可是这个山脉跟海洋是确确实实的存在你们的关系中，你们的关系好像有一个需要去移除的这个阻碍。那其实我看见你这边其实很努力的想要跨越这个山脉，然后很想要透过这个水的元素啊，传达你的心意给他。那他这边他其实也是有在做他觉得的这个努力哦。大家有看到这张牌是女祭司的牌，然后女祭司这张牌啊，它其实女祭司她是月亮的使者，它的元素是水，它其实就是代表你们的直觉啊，跟理解力，还有关于精神的一个洞察力。特别是你们很多人很喜欢在这种晚上来思考，或者是晚上来做事，就是在晚上的时候，你们其实会有特别多的能量，好像特别容易被触动。对他而言呢，他眼中的你们是这种有蛮多的情绪的，思绪很多，考虑很多，然后常常会被外在的事情触动。比如说你们看电影会流泪，或者说有时候谈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们就会有比较多的情绪，比较敏感。对他来说，他并不是这么好掌握你们，然后他有的时候会不知道怎么样跟你们相处哦。可是这张牌啊，大家可以看到沙滩上有一个贝壳。那这个贝壳呢，它其实里面呢是有装着一些水，那这个水它反射了天空中的月亮，有一枚满月，还有很多颗星星哦，装在这个贝壳里，看起来是不是很像是珍珠？这个人他其实不像你们这么敏感，有直觉力跟这种精神上的、灵性上的好像跟大自然、跟宇宙的一个连接。可是他有试着要去了解你们，他把自己在这个贝壳中也装满了一些水。这个水，他装了这个水，才可以反射到你们内心的这个月亮还有星星，很像是一颗珍珠，这就像是你们在他眼中的样子哦。虽然是有距离的，它是必须要透过这个水来反射，才可以反射到你们内心中的样子。你们是有距离的，可是你在他眼中的样子很美倒映在这个水中的样子，就像是一颗珍珠一样。好，我们接下来看到旁边这一张牌，它是权杖四 Four of Wands 这张牌哦。透露的讯息是什么呢？其实权杖啊，它是一个阳性的牌组，那它的金星在牡羊座。大家仔细看一下这张牌，它是有4根很高大的权杖哦。这个权杖不是小小的，它是非常长而且高大的。你看它几乎要占满了整个牌面哦，而且
这4根权杖它是两两一组对称的，立在地上的，很稳固的立在地上，看起来就不会倒。在上方呢有它的火光，有烟花。那这张牌代表什么？这张牌是金星在牡羊座，金星落入了牡羊座。牡羊本身它有火的元素跟行动力，可是金星啊，它代表的是比较柔软的一个能量，它代表的是一个爱，比较柔美的能量。因此金星落入了牡羊座，其实就削弱了牡羊座本身这个火元素的行动，它使热情十足的这个牡羊座好像停下脚步来，愿意慢慢的欣赏一些美景哦。那金星它这个柔美爱的力量啊，跟牡羊座这个热情冲动的冲刺啊、竞争啊，互相的搭配，并且点燃了爱的火花。所以你们两个人呢，其实是这样子的，你们好像是有这种非常相似的一面，就像是对称的这个镜像的灵魂，就像这个权杖是两两的对称。可是啊，你们又有非常不一样的一面。金星它是非常柔美的、温和的，而牡羊座则是具有冲劲、具有热情的。这个人的某部分可能是你的镜像灵魂，他在跟你相处的过程中找到了一种很强烈的和谐。因为宇宙的这个能量的定律使你们两个相互的吸引。那这张牌啊，它其实有这种深深的被你吸引，而且呢散发出爱的火花跟火光跟这种烟花，这种很美丽的很绚烂的光芒。那这张牌有一种代表庆祝的意思哦。我觉得他跟你相遇的时候啊，他可能非常努力的在追寻他人生中所谓物质上的一些成就，或者是课业上的一些成就，他想要达成的目标。这个人有很大的冲劲去做他想要做的事情，可是你的出现呢，其实提醒了他，就是可以暂时停下脚步，留下时间给自己，然后享受这种简单的幸福哦。那某一方面也是他也是想要告诉你，你其实可以，你有的时候就是在他眼中，他会认为说你们其实有时候太封闭了，就是让自己好像很孤独的走在这条路上，一个人去翻山越岭，然后一个人在这种很深沉的水的元素下去沉思、去思考，然后有的时候思绪可能会太纠结、太走不出来。他也希望他本身这个火元素的能量可以给你们有一些带来一些快乐在你们的生活中。也许过去啊，他一直是这种埋头苦干，想要达到一个很大的里程碑才会休息，才愿意稍微放松一下，不然他其实是一个不敢懈怠的人哦。那我觉得你们某一方面也是，只是你跟他追寻的东西不一定是一样的，不一定，有可能是，有可能不是，因为你们看起来比较是在追寻你们内在的直觉力跟声音。那他对于这个世俗啊、外在的这种金币啊、事业，他其实是蛮有野心的，他不是这么灵性的人。可是这不代表说你们追寻的东西就会完全不同，因为你们有一些人的月亮的能量没有那么强的话，其实你们也是会先稳固所谓外在的这些物质，才去探索你们内心哦，就看你们这个月亮的能量是有多强。好，那这个人他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权杖啊，他很像是在跳舞，就是拿着这种仙女棒，有没有拿着这种烟火在庆祝，在跳舞？所以我觉得他的出现呢，他其实想要告诉你们，你们可以对自己更有信心一点，就是你们可以为自己庆祝哦。也许你会觉得我人生中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庆祝的事情，或者是我还没有达到我的这个里程碑，我给我自己设定的目标。但是他告诉你说，其实你可以为自己庆祝，就是为自己鼓掌哦。当你走到一个小小的
地标，就是一个指标。你可能在人生的路途中很长，就像爬山一样嘛。那你还没有到达某一个休息站，可是你有看到指标了，这个指标在过去不久就可以休息了。依照你们以往的个性，也许就是要先走到那个休息站，你才愿意休息。可是他这边告诉你说，你们其实可以看到出现那个指标的时候，那个地标的时候，也是一个值得欢喜的事情。这个人他眼中的你们，好像是一个很这种有一点比较没有这么有信心嘛，对自己，或者说你们对自己比较严苛一点，你们好像没有办法给自己很多欢乐，制造很多欢乐给自己哦。那他希望可以点燃你生命中的火花，让你告诉你说，其实生活中每一天其实都有很多的机会，就是好的机会，你可以多去看，多去接受。而且你们走到这边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你们需要翻山越岭，你们需要跨越海洋，你们其实做了非常多的努力，你们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那也因为你们是属于这种相信自己直觉的人哦，你们走的路可能不是直线，而是有的人可能是抛物线有的人是波浪。那你们甚至会愿意为了爱离乡背景，或者是为了你的这个想要追寻的目标，到了不同的国家生活，可能有人质疑，有人不看好。那在这条路上，你走了很多冤枉路，可能也绕了很多弯，但是这些在他眼中都不是白白的浪费时间，而是因此成就了这个独一无二的你，成就了很独特的你。特别是你们在道路上走这种道路的勇敢，非常的吸引他。我觉得你们两个的相遇可能也是跟你自己的选择有关，因为你选择了某一条路，这一条路走下去才有机缘遇到他。你们可能给自己的一些机会，可能你是在网络上在搜寻某一项资讯的时候遇到了他。那这也是因为你们有这个契机，可以在这个茫茫的人海中遇到他，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不是吗？那这也是因为你们一直以来很愿意相信自己的直觉，走自己的路。他认为你们很独特，而且你们的能量非常的纯净哦。他眼中的你们是那种可能对环境的整洁是很要求的，然后不大喜欢不洁净的事情，不喜欢那种脏乱的事情、犯罪的事情，或者是对身体有害的事情、不道德的事情。其实某方面，你们这种灵魂很纯净的灵魂是可以净化它的，特别是当你们在一个身心灵比较平衡的状态，你们散发出的能量是可以净化它的，好像是它的这种避风港跟港湾一样，好像是照耀他生活中的这种光芒，并不是很亮的这种光芒，可是就是微微的像这种月亮一样，微微的很柔和的一个光哦。但是他在跟你相处的时候，其实有觉得你们某一方面好像是比较执着。对，刚刚说过，你们追寻自己的道路，你们其实很认真的，可是这其实是一体两面的。某一方面，你们过于执着，那这种执着其实会消耗到你们内在的心灵的能量哦。那过于执着但又得不到的时候，你们其实会对周遭的事，周遭的这种人事物，周遭的环境，产生一种比较远离的一个状况哦，好像跟大家离得很远，或者是有些人甚至是处于一种比较敌对的状况，比较好战的一个状况，很容易激动跟焦虑。特别是当你的这种你执着努力的事情没有办法被满足，你的需求没有办法满足，或者是没有达到期望的标准的时候，你们有的时候在他眼中会出现这种比较焦虑跟执着的一个状况哦。那这个人
他其实不大知道要怎么去处理，怎么能够帮助你，因为你们其实给他一个很深的安全感，可是当你们自己内在不是这么平衡的时候，反过来这个人他的能量啊，其实还不够去保护你，但是他想要疼惜你，他其实这个贝壳里面啊装的这个水，他其实很想要去了解你们，疼惜你们，像珍珠一样哦。这个其实你们内在的这个思绪啊，像这个月亮倒映在这个贝壳的水中嘛，很像珍珠哦。它其实是想要像珍珠一样保护你哦，可是它的能量还不够，这会造成什么？它可能会害怕，不知道怎么去承接这个珍珠哦，他怕把它摔碎了，那他干脆是不是我就不要去接这个珍珠，因为我不知道要怎么好好的保护这个珍珠，他没有能量去保护这个珍珠，好像他一捧起这个水中的倒影哦，他想要把水中的这个月亮捧起来，可是一捧起来啊，其实就是水不断的从他的双指间流下泻下很多的水，可是他根本就触摸不到这个月亮，触摸不到他心中的这个珍珠哦，只有水不断的流下。当他试着去捧起你们的情绪的时候，他其实更加的没有办法抓住你们，捉摸不定哦。他其实很希望在关系中，你们可以凭着直觉的力量去自由自在的做自己。可是这个人，他对于他的伴侣，他又有这种控制，有要求。他隐约察觉到了，你为他改变了很多，放弃了很多，甚至偏离了你原本的一个步道。你们需要去跨越、改变很多的东西，有阻碍哦，才能够来到他的面前。他不确定这个对你是不是好的，即使你自己是心甘情愿，可是如果他发现你不开心的话，他其实会后退。表面上看起来他是很冷漠的，其实是因为他看到你的心好像因为这段关系、这段感情受到了束缚，受到了拘束。好，我们接下来再看最后一张牌，最后一张牌是 Eight of Wands。 这一张牌哦，一样也是出现在夜晚。其实我看到你们这组牌的牌啊，好像都比较像是在晚上的这种感觉哦，就像这个秘密花园，你们为他敞开这个秘密花园，它的背景也是晚上哦。我觉得你们这一组人，特别是真的是在晚上，你们可能活动力反而会比较强哦，然后反而能够去思考很多东西，或是去工作上会有特别的有效率，或是在晚上的这种深夜啊，你跟你自己会有更深的连接，你会觉得这种宁静的空间，你会感到很舒服。好，Eight of Wands 这张牌啊，在说什么？这张牌啊，它其实它是有一种事情发展很快速的一个感觉哦。大家有可以看到它，这张牌它上面画了权杖，是不是很像流星？它冲得很快很快，而且每一个权杖的后面都有一些火花。与其说是权杖，更像是许愿的一个星星。它代表说事情发展非常的快速，特别是之前可能拖延很久的一个事情，在短时间内可能会发展很快速。如果你们两个是在暧昧的阶段，我觉得他其实内心有非常大的激情，或者是有很浪漫的像流星一样的这种情怀啊，想要很快速的传达给你，他对你怀有特殊的一种情怀哦。权杖八这张牌啊，它是飞行的权杖，漂浮在空中嘛，好像流星一样。它其实代表的是有这种沟通的讯息跟能量，特别是透过大量电波的传递，这种电子的讯息啊，像是 email 啊，或者是电话啊，或者是 message， 就是各种的这种电子的讯息、邀约啊等等的。他会来到你身边哦。这个人，假设你跟他分隔两地，或者是
你们是这种有一种断断续续的联络，你一直在等待他有回应的话，他其实很快就会有回应。那如果你们之前是关系非常的停滞，你其实可以在生活中看见不一样的可能的正向的一个变化哦。那如果你现在跟这个人是处在一段关系中，那这张牌这个像流星一样的权杖，其实代表的是一个浪漫的惊喜哦。你们两个在关系中可能会出现一些惊喜，让你感到兴奋。然后这一张牌它是一个落在射手座的一个水星啦，那它代表的是说，其实你们两个是很好的一个组合，它具有很广阔的一个视野哦，它可能是有这种人生历练的，就是你们也许是有一些年纪差，可能你跟他岁数差比较多，或者是说他年纪虽然比较小，可是他有很多人生历练，他懂得人情世故，他懂得说话应对，那这是他过去生活给他的一个淬炼，因此有这种很宽广的视野。对于外在它是这种移动的，像是射手座一样的，喜欢旅行，喜欢交朋友等等的。可是你们这边呢，你具有内在的一个洞察力，一个洞见哦，就是你们非常的注重自己内在的能量，保护自己内在的能量哦。那你们这种内在的心灵的洞见跟直觉力，跟他这种外在的这个很像广阔的这种视野跟人生经历，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组合。这个人他其实对人生是有很明确的理想跟抱负，而且他也在努力实践它。而你们的这种性格本身其实又特别容易受到那些热情洋溢、很会说话，甚至是这种说服力很强、很有主见的人的影响。所以你们两个其实组在一起就是互相吸引，特别是你们除了这种互补的地方，又有非常多，就是有这种相似的能量哦。我觉得你们两个都好像非常的怎么说呢？倔强，很骄傲。你们虽然两个人都把彼此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可是你们两个都很倔强，很骄傲。就是你很聪明，他看到你的时候他其实可以感受到你内在的智慧，他很欣赏你的智慧。可是他同时又因为他这个倔强、骄傲，他不希望你这么聪明。他虽然很欣赏你，他觉得你对于内在的洞见这种内在的心灵的丰富度他非常的欣赏。可是他又觉得你有的时候把事情看得这么透彻、明白，你这么纯净好像把他就是比了下去，他在你身边，他好像就没有这么特别，因为你们内在有自己评判的一个标准，又这么清新，很像这种仙女或者是像是这种仙气的王子嘛什么的。那他好像又觉得，那他自己是不是就没有这么特别呢？他非常希望自己是特别的。可是你们有的时候太注重自己的精神能量，然后他接触你的时候虽然会感到能量很清晰，但是他又觉得他在你面前，你看得懂那么多事情，好像也把他看透了，他就没有办法那么骄傲，没有办法那么特别了。所以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有的时候非常矛盾。那还有一些人，你们这边隔着这种很怎么说呢，必须要翻山越岭去达成一个物理上的接触。如果你们是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这个人他其实一直在网络上，我觉得你跟这个人其实应该不是完全断联，你们一直都是有在交换讯息的。你们一直可以在网络上互相的看见彼此，可是有些人可能因为彼此的这种骄傲跟倔强，你们
互相在网络上看见对方，但是你们不说话，真的是很奇妙诶，就是把对方放在一个很特别的位置，可是你们又好像不愿意去开口，或者是说就算开口了也变成是一个淡淡的问候，好像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感情很顺畅的表达出来。你们两个都是那种把感情埋得很深的一个人哦，但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阶段，就是有些人可能是经历了什么，然后才到了把彼此好像对对方的感情埋起来而不愿意说。好，这是一种状况。那有些人，假设你们是在关系中的话，我会觉得其实我刚刚说的这些物理上的距离啊，翻山越岭，你们已经克服了这样子的问题的话，你们现在的感情应该就是蛮顺畅的。就像 Eight of Wands 这一张牌，它有大量的讯息要跟你交换哦，它不再只是透过这种屏幕啊默默的望着你，它其实会有蛮多话想要跟你们说的，会激起非常多的火花在你们的对话中。好，那以上啊就是有关第一组你们的牌卡，对方眼中的你是什么样子呢？那希望今天的解牌有帮助到你们，如果有对应到你们的状况的话，你们就参考；如果没有的话呢，你们就可以不用强行的将它套入，你们可以再去听听看其他的影片，或者是其他的解牌哦。那特别要留意的是，你们如果之前一直在等待的这个讯息啊，或者是等待的回应啊，或者是等待一个改变跟突破的话，我觉得你们未来啊，很快就会有很好的结果出现。你们等待的消息可以出现，或者是你们分隔两地的话，你们会有机会可以见面。好，那就请大家好好的期待一下咯。那以上啊就是选到第一组的朋友，祝福你们了，我们下次见，拜拜。Hello， 选到第二组的朋友，大家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们的牌哦。首先呢，你们的第一张牌是橄榄花精的一个能量哦。那橄榄花精它是什么样的能量呢？在对方眼中的你啊，其实是一个可以让人在身心疲惫的时候重新获得活力能量的一个人，就是你们本身的这种能量是可以治疗他人、治愈他人的，特别是当他在这种劳心劳力、精疲力尽好像耗尽身心的工作啊、考试啊、学习啊，或者是搬家啊、转换他的生涯等等的，或者是这种大病初愈的情形。特别你们在这种情况会给别人有一种恢复精力的能量哦。有的人你面对的这个人，他可能在身体上有一些不舒服，或者是他心情有一点低落，或者是他正在戒烟戒酒，或者是他的事业很忙，就是他像陀螺一样转来转去，需要常常烧脑，用脑过度哦。可是你们本身啊，在跟对方就是相处的时候，会让他觉得好像对人生又重新恢复了活力，可以放松，很舒服哦。因为你们其实有着像橄榄花精一样的这种天赋的一个智慧吧，能够去体贴观察旁边人的这个身心状况，然后帮助他们充满能量。那你本身也是蛮有活力的，你这个活力的能量很吸引他哦，而且你的这个姿态，特别是外在的这个身体的这种姿态，非常的吸引他，你对他来说是有很强大的性吸引力，会在他的眼中是那种可以产生欲望的一个对象哦。他想到你的时候，其实就很像这个图中的精灵好像是这种刚沐浴完、刚出浴，然后一丝不挂的，那很舒服的斜斜的靠在他的这个手臂上，斜斜的躺着，然后很慵懒的样子，好像在看着电视还是什么的，一副很慵懒的样子。那对他来说啊，
他想到你的时候，常常这个画面都是可以让他很有欲望、很有想象力的这个画面。然后橄榄花精的能量是非常直接真实的，我觉得在他眼中的你啊，你不是属于那种非常矫揉造作，就是你们是比较直接坦诚不隐瞒的，不会说过度的包装、过度的伪装。你想笑的时候你就会笑，然后你可能不爽的时候你脸上那个表情就会垮下来。所以橄榄花精的能量是很真实的，在跟你相处的时候他不会觉得有太多的一个压力。然后我们接下来看到的2张神谕卡，一张是这个 New Beginnings 这个新的开始，然后一张是 Patience 是这个耐心哦。这边呢，我觉得这2张牌啊看得出来，就是其实你们在关系中啊，我觉得你们给他很多的机会，而且你们会主动，就是主动的做球给他，或者是主动的制造机会给他你不会就是好像假设你们是女生，你们不会很坚守传统的一些性别观念，说女生就是要被动或者是什么。那你们其实是蛮敞开机会，给他非常多的机会。你们并不是那种很像城堡中的公主，我要等人来找到我、发现我、救援我。这个你跟他的互动啊，其实是一来一往的。是有推动的，你也会有你是这段关系中很重要的推手，是互动的。那他是蛮喜欢这样子一个有来有往互动的一个能量在。那同时啊，在他眼中的你是一个有耐心的人，你们是一个有耐心的人哦。就是有的时候你想做的事情，就是目标看起来很近，但是实际你要走下去其实蛮远的。它可能要像途中一样，它要通过一个长长的隧道才会到达你想要去的地方。那很多缺少耐心的人，可能在这个前面或者是走到一半的时候就放弃了，他没有办法走到最后。可是对他来说，你们算是一个有耐心的人，对于自己所喜欢的事物，你们其实是会很坚持走下去的。那在一段关系中，你们也是有耐性的。我觉得你跟他发生矛盾的时候，他其实有感受到你给他的一些耐心哦。你不大会去你在跟他争执的过程中，没有说你一定要赢，你反而有的时候会运用你的耐心，让自己心平气和下来，有点像是在冲泡一杯茶一样。一开始的时候，每一片叶子它们都是独立的漂浮在水面上，就像你跟他刚开始遇到的时候，你们其实是2个不认识不相关的人，你们就互相的独立的漂浮在水面上。那这个时候茶的这种香醇的味道其实是没有办法入味的。你们想要开展一段关系、一段感情，就是必须要耐心的泡下去，让茶叶慢慢的融入杯底，这个整杯茶才会有味道。我觉得你们在跟他相处的时候，是有这份耐心，愿意去等待感情的推展，或者是开花结果吧。那和你相处起来是一种有舒服、有韵味，就像茶一样，可以越泡越深的感觉哦。我觉得一开始你们可能也是会坚持自己的某一些理想跟想法吧，或者是观念，就是像是独立的茶叶一样。可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中，我觉得你们好像慢慢的放下你们一些坚持，或者是磨去你的棱角，你愿意给他更多的空间跟更多的耐心。然后你们在生活中某一方面其实算是这种蛮乐观的人。这边有出现这个复活节的彩蛋，就是好像蛋它生下来，再到它孵出小鸡，其实它代表的是2次的重生，有2次的新生。对方眼中的你其实不是2次的重生，他好像觉得你每一天都会有很多的惊喜，在生活中你好像每一天都不同，每一天都在成长，每一天都有变化。那旧有的东西就过去了，埋葬在昨天，可是一觉醒来，你又会有一种
新的活力跟能量哦，就是又是新的一天。当然，你们的生活中也是会有遭遇一些挫折啊、不开心，可是你好像并不会说一直很纠结在这一块，你会把它努力的，或者是试图把它忘掉，并且活在当下，每一天醒来都是新的一天。那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 Seven of Pentacles， 是这个金币七这一张牌。金币七这张牌很可爱哦，它画的是一个南瓜，然后它上面的这个叶子啊，藤蔓上有7个闪闪发光、非常漂亮的金币。这张牌的出现啊，代表说，我觉得对方眼中的你啊，其实是一个很丰硕的果实，很像南瓜一样。那这个果实，你们之所以会长成今天这种黄澄澄的南瓜，是因为你先前的努力已经开花结果了。你在你过去所走的道路啊，就是你在你进行的这个轨道上，你其实已经有付出过蛮多的积累，所以到现在这个时刻，你们有这种小小的甜美的果实了。那在这边呢，这一张牌的出现，我觉得对方其实也在看你们，就是你目前在走的道路啊，是不是你继续想要走的，或者是你运转的这个轨道是不是适合你？你还喜欢吗？你还要不要继续走？或者是你要在你的这片田地上，你要换一条路走，或者是你要换一种耕耘的方式，或者是你想要在你的农地上、土壤上种新的水果？我不知道你们脑中是不是有这样子的想法？我觉得对方也在看着你，因为你们就像是总是会有新的想法、新的变化，对他来说呢，你们是值得期待的人，所以他会看着你接下来会想要怎么走呢？我觉得有些人呢，你们可能会受到一些外力的这种牵引，或者是说潮汐啦，这种宇宙潮汐的牵引，你们可能会人生有一个固定的轨迹跟模式。有的人可能是上学、上课、补习啊，准备考试；那有的人可能是上班、下班；有的人可能是买菜啊、接送小孩啊、处理各种琐事等等。就是这种外力推引着你在前进，在这个轨道上驱动。那目前为止啊，我觉得你们都运转得很好，但是你们是不是喜欢或者是想要继续走这一条道路呢？好，这边呢，他其实正在看着你们哦。好，接下来看到塔这张牌哦。那这张牌它有讲的是一个剧烈的改变的意思。那它画的是闪电啊，劈在石头砌成的这个高塔上，这个好像地标上。那这个本来看似稳固的这个由石头砌成的塔，被闪电这样子忽然一击就开始坠落，由上面那颗最小的石头就开始动摇坠落了。那这张牌在说什么呢？就是它好像代表的是一个形象的崩解，或者是瓦解，或者是突破，就是你认为的自己啊，跟他眼中的你好像有一点不一样哦。从他的角度来看，某一方面不是如此。也许你在外人面前的那个形象，跟他相处的时候的形象是不一样的，或者是说它是一个形象的突破，他发现了你更多更立体的一个面向哦。就是本来你可能是对他而言是一个比较平面的，随着跟你相处，他发现你更多的一个层面哦。比如说，也许你外表看似比较柔弱，但是你其实是很喜欢大自然，很喜欢运动，或者是很喜欢健身的。那也有可能你是看起来很大方，话很多，很活泼，但是你其实是很喜欢这种内在有一个安静的小宇宙，很喜欢独自就是不说话就可以这样安静的宅在家很长一段时间的人。我觉得他透过跟你的相处，发现了更多你不同的一个面向。那同时啊，这边这张牌啊，也有告诉你说，你不要自己去搭建一个地标，或者是说搭建一个房子。那这个房子是
很难找到它的入口，就是它的门是设在很奇怪的地方，或者是它的门很小，别人要进来是会跌倒的，或者是根本就找不到入口，或者是像图面你建了一个地标，你用石头盖了一个塔，一个很像地标吧。那本来是要让人家看得清楚，比如说在山上有很多路的时候，要有一个地标作为指标，本来是要让人家看得清楚的时候，可是这个地标不稳固啊，很容易就会被击碎。下雨天啊，闪电来，它就击碎了。这张牌中的火的元素很强，那它就很像是有非常多的这种想法吧，层层叠在上面。然后从远远看起来，它好像是一个整体，可是你靠近来看，它其实是由非常多小石块，各种不同层面的东西组成的。所以我觉得你们内心啊，可能没有像外表一样这么简单跟直接嘛。你们内心还是有时候会有一些自己的小宇宙啊，或者是小剧场等等的。特别是可能在跟你这种感情对象的相处的时候，会有特别多的这个情绪，可是看起来对方是比较读不懂的。如果你跟他就是有一种太多的情绪的话，他可能就像这个闪电，他的回应就有点像闪电，就会吓一跳，想说他怎么会这么回应，这个不是我要的方式。你的内心会好像被劈开一样，很受伤的一个感觉哦。好，那我们再看到下一张牌是 Three of Swords， 这张牌是宝剑三。好，宝剑三它在画什么呢？它其实画的是在这个冰天雪地之中，这个结冰的地板啊，结冰的雪地上，这个冰块它竟然被宝剑刺穿了，而且画出长长的痕迹在地上哦，而且宝剑的尖端这边，它是埋在这个冰块里面的，还有一点红红的血，感觉上真的非常痛。那整个牌的色调呢，它是黑暗的，在一个夜晚哦。可是虽然是黑暗的，你们仔细看是有慢慢的黎明哦。在地平面，它是透出橘色的光，它代表说黎明就要来了。这张牌其实有一点暗示着说，你现在身上背负的忧伤越多，你将来可以得到的欢乐也就越多。过往啊，你跟他相处的时候的这种忧伤越多，也许接下来你得到的是快乐的，就是你承载悲伤的那个容器之后会变成承载快乐的容器。那同样的，过去令你快乐的东西，很快乐的那些东西，在将来可能也会变成眼泪。听起来是有点玄的一句话哦。这张牌啊，土星进到了天秤，那这个风象的天秤座，他本来是非常喜欢和人家交流、交换意见的。那遇到了土星，土星其实是比较严肃、比较有限制，然后择善固执。他的时候，他的想法有的时候有一些顽固，就是土星常常会阻碍天秤去自由自在的表达意见啊。那有的时候双方就会因为这种意见的不同啊，一个比较固执吧，一个比较严肃，充满了限制，然后一个是这种想要自由自在啊，到处表达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意见。那因此双方有的时候会没有办法融合，好像在心中有苦说不出的感觉，也因此整张牌的天空都暗了。这里面有一种充满了没有办法被理解的沮丧。因为这个沮丧好像看不见未来跟痛苦哦。我觉得你们两个之间呢，其实有一些感觉上是沟通不良造成的误会哦。那纵然心中有千言万语，好像也不知道如何表达给对方明白，或者是说你用你的方式表达，他就是听不懂。不明白，然后你可能也暗示了、明示了，他还是没有照着你想要的方式去做。再这样下去，心好像都要碎了，就被这个宝剑画出很锋利的刀，画出了这种刻痕，感觉还蛮痛苦的。
那其实这边呢，有一点想要跟你说，就是放弃控制啦，不要控制。这个人他感觉上他需要蛮多的空间，不但喜欢被人家查，或者是说看他的电脑或者是手机，就算他给了你密码，或者是你自己去要到了密码等等的，其实他也是并不希望一直被查勤。那在他的眼中啊，你们有的时候好像会想要去控制这段关系的进度，或者是控制他的一些回应等等的。那这里的不要控制啊，并不是说你就忍着都不要问，或者是说忍着不对他发火，因为这种压抑或者是忍耐其实是会失衡的。到这种失衡啊，最后其实只会有越来越强的一个反作用力哦。那其实有一点像是说，应该要从源头开始，就是从源头开始，就不要有那个念头，真心的去信任他，或者信任这段感情，不要算计，不要有太多的套路，除非这个人是一个不可信任的人。那如果不是的话，你其实可以去信任他，你给他种下了一个善的种子，你用比较温柔的方式对待他，并且在他的心中种下一个善因，他其实就会回报给你一个善果。就像刚刚说的，过去的这个忧伤，装满忧伤的容器，最后会被喜悦填满。好，那我们再看到下一张牌。下一张牌啊，出现的是这个愚者傻瓜这张牌。这张牌上面很特别，它没有画任何的人，有点像是我们读牌者，我们看牌的这个人就走在这个悬崖上，他的视角其实就是读牌人的这个视角，我们好像就走在这个悬崖上，然后很开心的走着，被天空的这片风和日丽啊，这个橘色的这个阳光所吸引，然后不知道前方是一个悬崖，所以呢，对方眼中的你，有的时候有点像是这个傻瓜。这个傻瓜怎么说呢？就是没有什么计划啦，或者是说你们手中拿了地图，可是这个地图是错的没有方向的，没有指标的，那你们就凭着这个心中的渴望往前走，或者是说我就背着我的行囊，装着我的理想跟天真，我就往前走，或者是做决定。那对他来说，你们某一方面好像是像这样，比较没有想太多，或者是说做事没有周延，这是他的想法。他可能觉得你们可以再周延一点，或者说花钱没有什么计划，就是看到一些小东西啊，想买就买等等的。另外一方面呢，也可能是讲着你们对爱情的方式好像没有过多的预设一些立场跟形式哦，年龄啊、距离啊、背景啊，也许你们并不是说都要一一的去给他打勾，都要符合你的条件你才愿意认识哦。他眼中的你其实是一个比较没有那么多设限的人呢。我觉得你们有点像是会努力的去认识，或者是说不排斥认识各式各样的人，因为你知道你在找到那个可以变成王子的青蛙前你必须要亲吻很多的青蛙，你才知道哪一个青蛙是最后会变成属于你的王子，或者是说属于你的公主，你必须要去试嘛，你才有办法知道。那这张牌其实是有太阳隐约要升起的这种感觉哦。那它是一个橘色的天空，然后混着一些那这张牌啊，它其实有隐隐的透露出太阳的光，不管它是要升起或者是它落下，不管你在哪里，其实太阳都有办法照到你们的。这也好像也是你们很乐观的一部分。我觉得在他眼中的你啊，你们其实应该算是乐观的一个人，就是你会觉得说，凡事如果想太多，那可能就没有办法跨出第一步，甚至你就完全走不下去了。那
你们愿意大胆的去尝试，或者是说你们会有一个初步的计划，但是并不会把每一件事情都考虑得非常周延，或者是风险等等。你们有一个大概的计划之后，你们就愿意往下走了。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到最后一张牌，最后一张牌啊是这个宝剑的一个探索者哦。这张牌其实有代表说两个人啊，你和他之间是有心灵上的交汇，这个交汇是一个没有滤镜的交汇，比较真实的交汇哦。然后这张牌讲的是一个好像真实的感觉。那这只乌鸦它其实是停在一个制高点，它停在一个悬崖上往下看，这只宝剑好像就是被它推到一半，不知道会不会掉下去。那就乌鸦而言呢，它其实是有非常好的一个位置跟优势哦，它站在制高点往下看。那你们在跟这个人相处的时候啊，你眼中的他，或者是你对他的描述，或者是你跟他反应的状况，你在跟他相处的时候，你可能会说我觉得你都怎么样，或者是你总是怎么样，或者是你不应该怎么样之类的嘛。你们有没有跟他反映过类似的事情？就是你对于他的形容啊，或者是你对于你口中的他的这个描述啊，他对你做的事情是100%正确的吗？你们其实是有这个优势来判断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你口中描述的他对你做的那些事情，真的都是真实的吗？你们有没有添加一些情绪在里面呢？或者是有一些夸大的部分在里面呢？其实这张牌有一个这样子的意涵在，可能他也想要问你们，你们看到的他是真实的他吗？你们给他的标签啊、评价啊，都是真实的吗？因为如果不是真实的话，有一些言语啊，它其实是会伤害人的。那就像这支宝剑一样，它可能就会坠落，它掉下去的时候会伤害到波及到一些人或者是动物吧，就是在这个悬崖下不知道有什么，其实会被宝剑这个锋利的刀所伤害。以及我们刚刚出现的这个Three of Swords 这个宝剑3，宝剑3之所以会画出这么多锋利的刀痕，还有流血这么痛苦，其实也是因为可能言语或者是思想带来的一个误解哦。所以我觉得你在描述这个人的时候啊，你可能在跟别人提及，不管是你的朋友啊，或者是你的家人，或者是在网络上等等的，你可以稍微用比较持平的眼光来看待他，少掉太多的这种情绪吧，或者是太多的那种就是太多对他情绪性的一个描述，或者是负面的想法嘛。如果你们曾经是这种有争执的状态，那如果你们是在一段稳定的感情中的话，我会觉得你其实就像这只乌鸦，因为你其实是蛮了解他的，你可以站在一个比较制高点的位置，有的时候可以作为提醒他的一个角色，因为你看的东西很全面。如果他生活中或者是在跟其他人相处上有一些缺失，其实你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者，特别是在稳定感情中的一个朋友，觉得你们可以用就像乌鸦一样有这个锋利的眼神，可以帮助他作为他的这个智囊嘛，或者是那个支持者的一个感觉哦。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有关第2组的解牌啦，希望今天的解牌有帮助到你们哦。那如果这个解牌的状况有符合你的话，就请参考。那如果不符合的话，你们也不用强行的套路，你可以再去听听看其他的占卜影片，或者是其他的选项哦。那要找到跟你能量比较符合的牌组。好，那就祝福选到第2组的观众朋友了，我们下次见，拜拜。
Hello，大家，第3组的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们的牌哦。你在他眼中是什么样子呢？首先，我们第1张牌抽到的是 Sweet Chestnut， 那这张牌它是甜的栗子，这张牌甜栗子哦。这张牌非常的美丽，你可以看到，其实它画的是一个女生，好像有点慵懒，有点娇羞，然后她就微微的往下看，她有一头金色的长头发。那这个甜栗花精啊，它是非常独特、很有生命之美的一个花精哦。所以我觉得你在这个人的眼中，你让他看到什么是生命本质的甜美。这种甜美啊，有点像是他经历过一些痛苦、挫折，但是你依然相信，就是你自己的一个信仰。如果你们有信仰的话，或者是说你相信这个宇宙，你相信生命的力量，那你有一个这种精神在，或者是说你相信宇宙法则，你相信自己，所以即使是在很深陷、绝望或者是意志消沉的时候啊，你仍然会再去尝试，并且将你过去的痛苦升华成养分，然后经历过这些之后，会活得更加甜美。这个人他观察你，靠近你，发现在你这种很甜美，或者是说很舒适的一个外表下，其实有一种令人感到这种坚强的这种，然后啊，我们再看到接下来的2张牌哦，2张神谕卡，一张牌啊是关于这个原谅。那第2张牌是 Serenity， 它是内心的平静以及风和日丽的一个意思哦。这2张牌的出现呢，我会觉得它好像有察觉到你们有一些需要原谅的一个议题哦。那你们有一些不能原谅的人，你可能在尝试着原谅，或者是说你们已经完成了这个阶段，达到了内心的平静。那这个人可能是关于原生家庭，或者是关于你的职场、你的学校或者是你周遭的这种环境的同伴等等的。那更可能的是你不能原谅他，或者是你不能原谅你自己哦。那感觉上他隐约会觉得你的内心好像会有一些不平静，可能是在言语或者是行为上透露出对于某一些东西有一个不能放下的执着。那如果假设这个对象是他的话，他其实希望被原谅。被原谅的原因是什么？主要是他希望你可以获得内心的平静，你内心的风和日丽。对，因为透过原谅这件事的完成，好像才能够达到你内心真的这种波澜无尽，不大会再去被什么事情牵动情绪。可能有些人你们已经完成了这个课题，可能有些人你们正在进行中。好，我们接下来再看到塔罗牌。我们第1张塔罗牌，我们出现的是 Ace of Pentacles， 金币1哦。那这个金币1画的非常的可爱它画的是一枚金币的种子，而且这个种子它是有翅膀的，它长了一个翅膀哦。那这个种子它其实代表的是一切物质世界的基础哦。然后这个种子它是一个很健康、很稳固，而且是一个很新鲜的种子，因为它是数字1，它就是一开始很新鲜、很健康的种子哦。那他眼中的你我觉得你们是这种对物质世界有所追寻的人，可能这个追寻是因为你们有你们的理想，你们再去拼搏，你们再去奋斗，或者是说你为了生存下去，为了活下去，那你对这个物质世界是有所追寻的，或者是你们希望另外一半你的另外一半
它要像是潜力股一样，就是它是稳固的，有一个稳固的财务基础，或者是它是有稳固的物质环境。这个稳固啊，像种子一样，未来可以达到可能是富足安全的这种地步。这个种子啊，就是你有像是种下这个希望的种子一样，那它需要一些时间来显化它。其实金币就代表的是一个土的元素嘛，有土司有财，而这个土地它可以孕育万物啊，能够生长各种作物，而且可以喂养生灵。所以其实这个金币它代表的就是各种实体的一个物质哦。你们其实有能力去获得金币，或者是说啊，大家有看到我们这边有出现了最右手边这张牌，我们出现的是金币三。金币三代表是说，你们要得到金币，除了去运用你们的智慧跟技能获得金币之外，你们有贵人，有幸运星去协助带来金币。这个贵人也有可能是你的一个家族长辈，你的伴侣，或者是你和这个人有很深的连结的关系。而且看起来你们不止一个，因为这张牌啊，它看得出来它是它在地表上有3棵树，这个树好像各自独立，但是在地底下它其实它的根是盘根错节，是交错，是有这种资源共享的感觉哦。所以这个3啊，土元素的3，它代表的是你的物质世界的成就。第一个是用你精神思想啊，这种旺盛的这种生命力思想去推动达成的一个结果，或者是说你会吸引到周遭的人来帮助你。在占星学上，它的这个3啊，其实这个金币3，它代表的是火星在摩羯。那火星在摩羯是什么意思？就是摩羯座，摩羯座就是为了要达到摩羯座它本身自己给自己设定的一个物质上的目标，它要不断的去燃烧，好像去燃烧火星的生命一样，或者是说它必须要像火星一样，让自己去奋斗啊，才能够在摩羯座看到的这个好像比较冷静的，在摩羯座眼中的就是现实环境是比较冷酷的，那他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努力的燃烧自己，像火星这样子的奋斗。所以我觉得他看你们，也许好像在看你们，有点像是你们正在努力的改善自己的某一方面，也许是你的生活水平，也许是环境，那或者是你们现在有动念想要改善的念头，你们想要很踏实的去做。那在感情上哦，你对感情的态度其实是积极的。如果你们现在是稳定交往的话，你们彼此感情其实是有一个扎实的基础哦，就像这个树下面，它其实是盘根错节连接在一起，是可以这种彼此支持的。那就某种程度而言呢，我觉得稳定交往的朋友，这张牌啊，代表说你们双方也在为更进一步的关系，或者是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做准备。好，那如果你目前处在你跟这个人是在感情有点像吵架，或者是有很多问题，好像濒临到崩溃的一个边缘的话，其实在他眼中啊，你们并不是一个没有爱情就不能活的人，或者是说没有他就会死掉的人。没有他，其实在他的眼中啦，你好像也有办法把自己打理得很好，因为这段感情感觉像有点像是一个分工哦，就是两个人各自付出了他应该付出的部分，可能是互补的部分哦。
假设你们是一个家庭好了，可能某一个人上班，某一个人顾家，或者是说两个人都去拿一些金币回到家里来，共同的贡献。那假设你们是这种男女朋友的关系啊，你们会维持一定的互动，然后两个人在生活上有一定的分工的模式，两个人其实都是有付出，就有点像截长补短。可是你们的这种互动形成了这个模式之后啊，好像就会变成说少了一点热情，在互动上并没有很热情，也没有很积极，就好像是完成一样每天的例行公事一样，可能变得有点像是这种比较平淡，甚至是像家人一样。然后有的时候在他眼中啊，会觉得你们好像就是站在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来看待这个世界，然后他也不大懂得你们到底在想什么。那假设你们曾经就是发生过很严重的争吵，或者是常常争吵，然后两个人都有动念可能想要离开的念头吧，但是从牌上看起来，你们想要离开双方并不是很容易的，因为你们可能有很多的这种东西是交错在一起的，可能是你们的生活环境，可能是你们的工作环境，可能是你们的金钱，可能是你们有一些共同的点，就是很需要对方，所以就算吵架，问题不断，濒临崩溃的边缘，好像目前要分开也不是很容易的感觉，就是在他的眼中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好，我们接下来再看到我们出现了这个宝剑七这张牌啊，非常的有趣哦。大家可以看到这张牌画的是什么？其实有7支宝剑嘛，那右边的这6支宝剑，他们很乖，他们在这个地平面上，在这个地表上，它画出了直线，就是这样直直的走，然后走到前方。可是左边这一支宝剑，它跟大家不一样，它走的歪七扭八、斜斜的，跟6支宝剑都不一样。好，他有自己的想法嘛？那这张牌它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这张牌讲的是有关于一个有点像是特立独行，或者是说有关谎言的一个部分哦。有的时候啊，这个小谎言会成为一个大问题，因为其实右边的这6支宝剑，他们是这种比较乖、比较循规蹈矩的，那他们就这样乖乖的走到应该要走到这个地方。那左边这支宝剑，它虽然也走了，可是在背后，在看不到的地方，其实它的走路的痕迹是这样的。它虽然也跟大家一样到达了终点，拿到了果实，可是它的这个路径，比较奇特。然后可能这里面好像有一种，可能有一些不是这么守规矩的这个道路，所以我觉得这张牌的出现啊，第一个就是刚刚说的，在他眼中的你其实会有蛮多特别的想法，和别人不一样的想法，那这个想法是可以让他带来惊喜跟火花的，这个是第一种。那第二种的可能就是这个里面啊，你们的关系里面藏有一些小小的谎言，那就是如果你在恋爱关系中，你可能会有一些怀疑或者是不信任的一个议题哦。那这种议题可能是大的，可能是小的哦。可能大的包含了背叛啊、欺骗啊，那小的话可能就是一些他隐藏的秘密啊，或者是说他答应你的事情没有做到，他可能要改掉一些坏习惯，他没有做到，或者是说他好像没有去完成他给你的一些承诺，或者是他小到这种他常常答应你要去买的东西他都忘掉等等，就是它里面有大大小小的谎言，因为谎言每个人的定义不同，你只要感觉到不舒服被欺骗了、被背叛了都是哦。那其实有呼应到前面的神谕卡这张原谅啦，就是
第一个就是假设是对方给你造成的这个不舒服，他希望你原谅他，就是假设是因为他的某些言语啊行为的不诚实对你产生的影响，使两个人关系造成很紧张，伤害了你，不管是大大小小的事情哦，就是有一些你在意的事情，他让你失望，不管怎么说，他希望你可以原谅他。好，第二个可能就是你们要原谅你自己哦。他有看到你们好像刚刚前面有说过有一些不原谅的议题，那原谅你自己就是希望你可以从这个罪恶感中释放。怎么说呢？你这种并不是说你们真的犯了很严重的错误，这种特立独行，有的时候像是你可能会为了被对方注意到，或者是说你要让关系更有火花一点，你可能会做出某一些为了不让自己忽视的举动，为了不让自己被忽视而去做出一些举动啦。你们其实很聪明，然后有非常多的小点子，有的时候是很特立独行的聪明，但有的时候这种聪明反被聪明误，就是你的聪明的行为有的时候会去破坏掉就是他对你的一个信任，或者是有点到操弄对方嘛，或者是你们会有一个想要掌控他的欲望，那最后会让这段关系变得有点尴尬，可能你们会想要去查他的隐私，或者是看他的手机，或者是从其他的这种社交媒体啊，或者是他身边的朋友等等的去想要让他获得他更多的关注吧。有一种情况可能是这样，就是不管是原谅他或者是原谅你自己，都有这个原谅的议题在。不知道是他伤害了你们，或者是你们为了去让这段感情更有火花还是激情吧，就是做出一些这种有点像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事情。好，我们接下来看到的牌是这个 Six of Cups。Six of Cups， 我觉得这张牌很美耶。大家可以看到它有6个圣杯嘛，那6个圣杯最中间的上面这个最中间的这个圣杯，它比大家高，而且形状很特别。它像是一个这种就是圣杯，它是一个很像是装着这种皇冠或者是美酒的一个杯子。那其他的杯子感觉上比较像是日常的这种马克杯，好，或者是平常的漱口杯。中间这个杯子最漂亮、最华丽、最特别，而且它装了最多的一个花束从它这个杯子的花束延伸出来，其实旁边周遭这个5颜6色形状颜色都不同的杯子也个别分到了一朵小花。那这张牌代表的是什么？他眼中的你你其实是一个珍惜回忆的人。这个珍惜回忆包含你们可能会保存照片，或者是你们两个的这种录音，或者是影音档，或者是你会保留一些信件，手写的信件，或者是物件，一些礼物卡片或者是旧娃娃，或者是你自己的旧制服等等的，就是一些你觉得很对你来说是有回忆而且珍贵的事情，可能是旅游留下来的东西等等的。好，那也有可能像是以前听过的歌，你会反复听；以前看过的电影，你会反复看。然后你们很容易被这些物件触动，就陷入了回忆，想到过去，想到从前的自己那在他眼中的你就是一个蛮念旧的人，你或许会经常的想到以前你给自己设的这个目标跟决定，或者是你会沉溺在以前一些很美好的这种时光、爱的回忆里面。那在这张牌，其实整张牌面是比较愉悦的感觉这张牌的这个星座它是天蝎座，然后太阳落入到天蝎，所以其实
代表说内心有一些阴暗的角落都可以被太阳的光明照亮，因为太阳的光明是无所不在，是很清新很有活力的，所有的角落都充满了阳光。代表说内在这些因为过往这些美好的回忆，它其实是可以给你的内在带来很多的滋养，填满了目前可能生活上的一些困境或者是黑暗角落。那在稳定交往的朋友啊，我会觉得说在对方眼中，你可能常常会想着一些最初你对这段关系的期待跟承诺，或者是对方一开始呈现的那个形象，他跟你许下的承诺，以及他跟你计划的事情。那如果你将这些原来的这种最初的想法、梦想、承诺啊，去跟现实比较，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是跟现实一样吗？或者是有一些差别呢？不管怎么样其实这些记忆都是你的一个能量，然后我觉得算是一个好的能量，它可以去激励你去实现一些你认为重要的事情。那即使你们本来就是一个往前看的人，你会为未来设好目标，你也必须要了解说，其实你过去的这些都是你未来的一个养分你要站稳过去才能够向未来做拓展。所以他看到的你啊，其实是一种很像再次绽放的花朵。你现在的状况啊，也许你们已经到达了平静跟愉悦的这个状况你们已经完成了这个原谅的课题。那这个是建立在你曾经的努力，或者是你曾经的失败上我觉得有的人你们可能已经从很多很多的人生课题中毕业了，因为太阳落入天蝎嘛，太阳它带来了很多的乐观跟希望，所以让这个好像有点黑暗啊，然后又光明啊交杂的这个很矛盾的天蝎座的这种黑暗中可以生出光明我觉得很多人看到这张牌，我觉得很多人你们已经从蛮多的课题毕业了，所以你们克服了很多东西，在他眼中啊，你们克服了挫折之后，其实就更可以达到内心的这个平静，跟好像有一片风和日丽很宁静的一个感觉虽然我们刚刚一开始抽到这个甜栗子Sweet Chestnut 就代表说你们有一个很甜美的生命的力量，这个生命的力量是很坚毅的是经历过一些苦痛或者是挫折或者是磨难再次绽放的这种感觉是非常甜美，它非常的欣赏。好，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到下一张牌。那下一张牌我们出现的是这个死亡牌，死神牌那它代表的是一个完成以及新生的感觉就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死神牌它的星座在占星上对应的是冥王星，冥王星有一个神秘独特的气质，所以我觉得从全部的牌看到现在这边，我觉得这个人看着你，好像看到你生命中经历过许许多多的死亡以及重生。那这种死亡跟重生包含了你们可能这种小的时候转学啊，或者是毕业啊，换工作啊，找工作啊，接受某一个关系啊，或者是搬家啊，到不同的国家生活，或者是说你有取得了新的身份。那有的人甚至更进一步，你们结婚啊，有家庭啊，代表说你旧有的身份的死亡以及新的身份的一个开始或者是有的人你们可能是在外貌上你们有这种外在的减肥啊，割双眼皮之类的，就是你们在外在上有一个改变，这个改变也可以说算是一个新生，或者是说你们在精神上，你们的性格上有一些变化，这种也算是旧有的自己死亡，新的自己重生等等，就是你的人生啊可能会有蛮多转捩点的一个时刻那在这些转捩点中，我觉得有的时候对方是看着你，跟你一起成长的跟你一起参与的。
那有一些东西可能他还来不及参与，或者是说没有机会参与。那假设你们是在稳定交往的朋友，会觉得说这个人也许参与了你生命中很多的死亡跟重生，包含你们可能从单身这种的一个情况，接受了某一个关系，你们进入到一个新的身份，男朋友、女朋友，或者是说你们结婚，结婚了也是有新的身份，你可能成为了丈夫或者是妻子，有的人甚至有家庭，你的身份又转变了，成为了爸爸妈妈。有的人可能结了婚之后又离婚，又恢复了单身，就是我觉得他眼中的你有很多人生中很特别的、很转捩点、很重要的一个时刻哦。那也许啦，你目前的关系，你跟他不知道目前是什么情况。如果你们是这种好像已经有某种程度的关系，你们的关系有某种程度面临一个断裂，或者是一个消亡，或者是一个凋零，或者是说你们的关系中有某部分你觉得好像已经褪色了，没有这么鲜明，没有这么漂亮，没有这么鲜艳了。那或许你这边可以跟你一些旧有的对对方的期待、想象跟概念，或者是你建立起来的一个习惯说再见，并且你腾出空间给新的东西进来。这张牌它画的是一个黑色骷髅头的手嘛，然后他伸手想要触摸上方有一个粉红色的花朵，这个花朵是新生之花，可是它几乎要碰到了，但是还是有一点点的距离，这个黑色的骷髅头的手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掌握抓住这个新生之花，除非他自己也长出新的皮肤，他自己也重生了，所以它代表的是说你们自己假设是单身的朋友你们自己要放掉一些旧有的观念跟想法，你才能够腾出空间让新的人进来，不管这个人是新人或者是旧人，就算是旧人你也要用新的姿态来面对。那如果是在稳定交往的朋友，我就觉得这张牌就像刚刚所说的，代表了一个完成跟新生，你们可能会从一个阶段结束，进入到下一个阶段，跟上一个阶段做告别，然后进入到下一个阶段，有一些身份的转换哦。那在他眼中的你其实你们两个可能彼此有参与过人生中的某一个重要的完成跟新生不管是哪一种，精神上的、外形上的、身份上的，而你也参与过他生活中的、生命中的一个完成跟新生。所以你们两个其实不管怎么说都在人生中的回忆，刚刚有说过 Six of Cup 这张牌，你们在彼此中的回忆占了很特别很重要的部分哦。不管说这个人是有没有跟你们在一起，其实他在他的心里中都会有一个缺，有一个位置给你们，因为你参与了他的人生，他也参与过你的人生，而且这个经历的事情是好像有过死亡在新生的这种感觉，所以是没有办法抹去的回忆。那如果是稳定交往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关系会往下一个阶段继续推展。好，以上就是今天选到第3组的朋友，第3组的大家，以上就是你们今天的牌。那希望今天的解牌对你们有帮助哦。如果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下方留言给我。那就祝福选到第3组的朋友咯，我们下次见，拜拜。